各位朋友，川普访华以后呢，台灣明顯被擺上了菜單，是吧？那個台灣統一之後呢，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行政劃分呢？現在呢有兩種說法，一種呢就像金燦榮教授前不久說過的一樣，他說台灣呢直接就變成一個省也就得了啊。還有一種說法呢叫一國兩制嘛，仿效澳門和香港的方式，是吧？成為一個特別行政區。但是呢還有第三種方法啊，中國的網友果然是人才輩出啊。這第三種方法呢就像美國的夏威夷一樣，既不是省也不是特區，但是呢比這兩個方式都容易治理啊。那麼我們來看看這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方式呢？首先呢咱們先看看金燦榮教授他的這個說法。中國大陸是不是擁有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工業，對不對？所以基於這個事實，那我覺得軍事力量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原來呢我有一點擔心什麼呢？你新裝備很多，這個訓練也不錯啊，但是沒有實戰呢。但是不是5月7號到10號巴基斯坦吧，這個實戰了吧，效果非常好吧，對不對？巴基斯坦是我們訓練的徒弟啊，對不對？徒弟就如此，你說師傅怎麼樣啊？對不對？可以的啊。所以这總之就是台灣問題是不是能這麼說啊？就是由於中國大陸工業化成功了，軍事現代化成功了啊，這軍事上我們有絕對的優勢。那個面對這麼一個新情況呢，那個一個可能就是美國就真妥協了，對吧？而且老特這個人呢，我覺得妥協可能性挺大的，對吧？當然有一個可能就是說他的周邊那幫人影響他，那周邊人都是非常反華的，盧比奧就是典型，對吧？对，那個都非常反華，所以他也可能跟中國硬剛，兩個可能性都有，交易的可能性有，硬剛的可能性有。所以我的主張這樣的啊，就是說台灣這邊他愛怎麼弄怎麼弄，因為作為一個因素，它其實已經是作用很小了。那麼首先還是要應對美國吧，美國那邊呢，如果他願意談，我覺得也可以抓這個機會，對不對？如果老特親自主導願意談，那個我覺得可以抓這個機會，這個可以談一談，減少那個代價。但是我們要充分做好美國全面干預下的這個準備，是吧？這樣我們就立於不敗之地嘛，對不對？軟的硬的我們都不怕啊。那個最後還是下一個結論，就是說截止到今天，應該講中央從來沒有宣布那個時間表，是吧？現在網上炒的很多的27年解決問題，那是美國人定的時間表，知道吧？這個但是呢，雖然沒有時間表，但從態勢上講吧，台灣問題我覺得是快解決了，在走向解決。因為賴清德現在就是種種倒行逆施，綠色恐怖吧，就抓人，統派他真正抓人，高安國將軍什麼的，你不是號稱民主自由嗎？人家講點意見，你怎麼抓他？怎麼你們搞特務統治了嘛？他在島內越來越瘋狂，知道吧？然後美國那幫那個右派呢，好像也越來越大膽吧。就是現在美國媒體承認了，有500美軍嘛，在島內培訓嘛，所以等於是美國越線嘛，賴清德也在越線啊。所以結論是這樣的，因為台灣是三方遊戲，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和美國，我們這邊還是很冷靜啊，而且越來越自信。但是他們兩個家伙天天在找死啊，對不对？所以結論這樣，我們是沒有時間表，但是從三方遊戲的態勢上講，我直覺啊，台灣問題解決啊，為期不遠了。而且武力解決可能性大，也因為是武力解決，他可能就沒有，他不是談判了，就沒有台灣特區，知道吧？你應該就是中共台灣省委直接管理了，最後是這麼一個結局。形勢啊，不等人。現在呢，金燦榮教授最近也說呢，說這個日本呢現在跳的是越來越高啊，所以呢這個日本呢現在成為一個最大的變數了，2028之前吧，那個意思啊。這個郭正亮先生呢倒是認為，他說我不同意，最大的变數不是日本，還是賴清德，賴清德要狗急跳牆宣布台獨了呢。金燦榮教授在最新視頻，2028的日本非常危險啊，統一窗口期正在縮短，主張日本可能在2028完成修憲，
非常危險。台灣問題必須在這之前解決。我認為他的判斷是錯的啦，這跟中國大陸的基調不一樣了。我認為，除非賴清德瘋了，跑去跟日本做軍事合作，使得中國大陸不得不在2027年下手。因為台灣2028年1月就選完了，所以他說2028日本很危險。台灣1月就選完了，所以我覺得變數是賴清德自己了。他會不會看到高市早沒有？這邊東搞瞎搞啊，那覺得是機會。中國的網友呢，果然是看着《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長大的，藏龍臥虎啊！網友提出了一個建議，說台灣回歸以後啊，既不設省，也不設行政區，而是像美國夏威夷一樣，在保證完整地区自治體系的同時，直接設立一個只屬於中央政府管轄的軍事管制區。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啊，夏威夷是美国的度假天堂，有陽光、沙灘、草裙舞，但很少有人意識到，这座太平洋上的明珠本質上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心臟。整個夏威夷群島上不僅駐紮着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現在叫印太司令部、太平洋艦隊、太平洋空軍等幾乎所有的美軍在亞太的最高指揮機構，還密集的建設了珍珠港海軍基地啊，什麼西卡姆空軍基地、史密斯兵營等軍事設施。美國為什麼要把夏威夷打造成如此密集的軍事堡壘呢？很簡單，它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地處太平洋中心，東距舊金山3800公里，西距東京6200公里，是美國本土防禦的前沿和經營亞太的一個戰略跳板呢。而台灣的地理位置對中國來說呢，戰略價值更是無可替代呀。台灣是在中國的東南沿海，東臨太平洋，西隔台灣海峽與福建相望，北臨東海啊，南接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相對，是連接東海和南海的核心樞紐，也是中國突破第一島鏈走向深海的一個關鍵的門戶啊。然而台島地區呢，長期被境外勢力滲透和干涉，即便是回歸以後，也得花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能真正讓兩岸融為一體。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直接設立省級的行政區，那中國的一國兩制就可能面臨治理上的諸多挑戰，甚至給外部勢力留下干預的空間。而設立特別軍事區呢，恰恰能解決這些問題。一方面呢，軍事管理的模式呢，能夠迅速的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新中國成立前後，解放軍解放的每一座大中城市都成立了軍事管制委員會，簡稱軍管會。當時的軍管會權力很大，卻把職責明確的定在肅清殘敵匪特、維護社會秩序、恢復生產秩序、保障人民生活等工作上。從1948年濟南設立了第一個軍管會，到1953年各地的軍管會陸續裁撤，這幾年的軍事管制為新中國的城市建設和鞏固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比如南京解放以後，軍管會迅速的短短幾天內就恢復了水電供應和公共交通，穩定了物價，讓市民呢迅速的從戰爭的恐慌中恢復過來。這種高效的管理模式在台灣回歸的初期同樣適用。另一方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政軍企合一的管理體制，既保障了邊疆地區的穩定和安全，又促進了當時的經濟發展和民族的團結。這種老五結合這個屯墾戍邊的這種模式，完全可以為台灣特別行政區提供借鑑啊，這個特別軍事區了，不能叫行政區了。可能有人會擔心啊，軍事管制會不會影響台灣居民的自由和權利呢？事實上，這種特別的軍事區並不是軍事佔領，也不是軍政府，而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權衡之舉。具體的地方行政事務依然可以採用港澳模式的一國兩制，而且呢，特別軍事区的設置也不是永久性的，隨着台海局勢的穩定和兩岸融合的深入，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管理模式，逐步向常規行政區過渡。而從國際戰略的角度來看呢，如果是台灣回歸以後成為了特別軍事區，中國就很快能夠快速打破第一島鏈的束縛，獲得東出太平洋的戰略主動權。台灣特別軍事區將與海南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形成一個完整的海上防禦體系，守護中國的海洋權益和能源通道。同時呢，
這也能對外部的勢力形成有效的戰略威懾，讓他們不敢輕易在台海地区挑衅。可能還有人会問，为什么不完全这个照搬港澳模式呢？其實呢，台灣和港澳的基本情況有本質的區別。港澳問題是歷史上殖民統治的遺留問題，而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更重要的是呢，台灣的戰略地位遠比港澳重要，它關係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採用特別軍事區的模式，能夠更直接、更有效地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避免外部勢力利用高度自治的名義干涉中國的內政。回顧歷史啊，中國在邊疆和特殊地區的處理上呢，從來都不是一刀切的模式。從古代的制度到現在的民族區域自治，從解放初期的軍管會到現在的新疆建設兵團，中國總能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呢，採取靈活多樣的管理方式。當然，這個建議呢，只是網友提出的一個學術探討和戰略的思考，最終的決策呢，還需要綜合各種因素啊。朋友們，你們覺得這個設立軍事管制區的方法是不是更加的簡單一點呢？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